DP2开播了，不得不说，丁海寅真的是太帅了。虽然很多人表示第2季没有像第1季那样令人欲罢不能、后劲十足，但是我却觉得非也。如果说第1季描绘的是不堪的现象，那么第2季就是由现象升华为回响，不再仅仅是催人泪下而已。那你一定也是被标题吸引过来的。没错，那么今天我们暂且不过多的评论影视作品，而是想要和大家来说一些亲身经历。现实啊，远比影视作品更荒诞、更残酷。我们有请今天的特别嘉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名教师，而且是正式编制内的教师。没错，这位嘉宾就是我自己。其实常常有人会说，体制内人际关系很复杂的，一定要站好队啊。这时候还会有人来反驳，别整天想那没用的，好好努力认真工作，领导一定会赏识你的。可惜这一碗鸡汤并没有什么价值。从我入职以来，我的直属上司，我们暂且就简称为 J 吧，他就不断的 PUA 我，让我在学校不要结识太多的人，以方便他对我的控制。再到后来，他跟我明示要站队，要与他为伍，和他不喜欢的人划清界限。对啦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站队嘛。丁海寅饰演的安俊浩，在第1季一次又一次的追捕当中，他逐渐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追击。因为热爱这3尺讲台，因为当自己的学生获奖的时候，当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母校看望你的时候，当你获得学生家长以及同行所有人的褒奖的时候，心是暖的。老师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将自己的热血挥洒在这教育的土壤之中，而非陷入与上司联手去排挤同部门的同事此等混沌之中。起初我也只是打打马虎眼、装装傻，几次领导的循循善诱之后，他认为我不听话。平日里的一些针对穿小鞋就不再赘述了，就好比 DP 里面描述的，前辈让新兵唱个歌，使唤他拿东西、跑跑腿，抢走你的荣誉，时不时对你教训一番，这已经算是温柔的招数了。体制内每年都有绩效考核，形式呢是由领导们来打分，等地分为不合格、基本合格、合格以及优秀。从教以来无任何违纪处分的我，在那一年考核不合格，这也是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首个极为不合理的不合格，但它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发生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一年的不合格还有他不喜欢的其他同事。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，如果一个部门里面真的有这么多不合格的教师，首先作为领导他就没有问题吗？那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？因为你做人不够圆滑呀，谁让你不站队呢？你顺着他排挤他不喜欢同事又怎么样呢？傻孩子！是啊，不就是溜须拍马、曲意逢迎、站队迎合吗？这很简单，但是这不对呀。倘若每一个人都抱着违背初心、见风使舵的心态，那学校还有净土吗？DP 里面，朴范球在第1季里面说自己也是这样一步步容忍过来的，但是到了第2季，他却说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待在这样的军队里。是啊，一旦想到下一代要么成为霸凌者，要么被霸凌这样极端的情况，多年以后，是否一句身不由己就能够对自己问心无愧呢？随后针对不合格事件，我们不合格的老师提出了申诉，受到百般阻挠。J 的领导，我们简称为 AL 吧，他连同几位大领导冠冕堂皇地邀请我们在会议室里面进行自我批评，逼着我们说出自己的错误，想要在不合格的这个结果里面找出顺理成章的理由来掩盖
这当中的勾当。秉承着对教育事业的向往和憧憬走进学校，但我却看到如此肮脏的面目。当一个个道貌岸然的领导逼着你说出自己的问题，那一刻，我反复地询问自己，我的选择真的对吗？申诉的过程曲折，也受了不少的委屈，当然最后还给我们应得的合格。不过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得知原来 J 给我们都只打了1分，满分是100分哦。那为什么是1分呢？因为0和100分都是无效分，所以他打了一个有效范围里的最低分。是怎样一无是处的教师可以让他打出1分这样的黑分？那99分都扣在哪里了？哦，原来是他不喜欢的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。DP 第2季里面，那些深知军营里面斑驳不堪却又位高权重的上司，不断掩饰黑暗真相，并且引导舆论，藏匿着证据，并把它视作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，不能公之于众。这不仅让人发人深省，何为国家安全？威胁的又是什么呢？着实讽刺。在经历了一场场悲剧之后，丁海寅扮演的安俊浩开始思考，追击真的正确吗？这同样让我们陷入了沉思。我们的体制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得来不易的合格是还给了我们，但是 J 这样报复式的打黑分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批评或是处分，学校的考核制度也仍然没有进一步完善。我们的申诉信流淌到高层的手里，但他们认为保持现状、维稳才是最佳选择，一切都仿佛没有发生过。就因为他们选择无视这股暗流涌动，才会不断的助长这种歪风邪气。于是乎，安俊浩开始当他那个不成熟的英雄，但是幸运的是，他有情同手足的韩浩烈，有朴范球以及林志宪这样开明善良的上司。剧情反转又反转，从而得出改变最重要，只有明天才能豁免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体制内高压作风的受害者。不得不说，安俊浩是幸运的，但现实当中，体制内签署的是有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，改革是好事情，但是却沦为阴险者的报复工具。转眼我的合同到期，哪怕是有正式编制的教师，学校仍然可以无任何理由来与教师解聘。简要的说，我再一次被打击报复了，原因就是我不能苟同 J 拉帮结派的违纪作风。再说的极端一点，体制内但凡不迎合领导，可以随时将你的努力化为泡影，顷刻摧毁你的人生。剧中林志宪在法庭上说的太震撼了，他说他们参军是为了保卫国家，而国家却说国家没有责任。要这么说，他们为了这样的国家成为军人，究竟是为了保卫什么呢？逃兵的姐姐也说道，可是军队不是也有义务的吗？保护和拯救士兵们的义务。这些士兵宛如一条条触礁搁浅甚至沉没的船只，在这些军官长官的报告里，无一例外的无特殊之处。他们做老师是为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希望，踌躇满志是教师的常态，而扭曲的体制正在磨灭默默耕耘的教师，变成了小人假公济私的工具。国家默许了这样制度的存在，但最终产生的问题和结果却通通全部扔回个人。问题出现时选择视而不见，任由污浊肆意生长，事件爆发以后又撇清责任。我苦思冥想，作为一名教师，难道我连判断是非对错的权利和能力都不应该有吗？那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学生？非常欣赏剧中陶斌姐姐与徐忠孝的对话，以卵击石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固执的鸡蛋一个个碎了，却也总能在石头上留下痕迹。
在这有毒的体制里面，有人袖手旁观，有人助纣为虐，只有少数人敢于反抗。唯有等到被砸破的鸡蛋一个接一个的重叠依附，形成多米诺骨牌，此刻只需一指之力，便能将大楼倾倒。我和学校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我会继续拿起捍卫自己的武器，哪怕是脆弱鸡蛋，也要继续战斗。所以不是韩国的军营可怕，而是本质上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境遇之下的受害者。DP 第一季播出之后，韩国军方宣布将解散 DP 部门。韩联社指出，修订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指挥官对司法程序的影响，并将军人排除在调查军事犯罪嫌疑人的任务之外。韩媒都纷纷评价说，该剧赤裸裸地揭露了韩国军营里面存在的暴力问题。DP 第一季是荒诞的现实，而第二季是希望的光。我想这就是为何要改变的初衷。凡有绝对权力的地方，就有在这权威笼罩之下的黑暗，你我都行在途中。今天我批评了体制，也许你会说我不爱国，但是爱不就是希望它越来越好吗？